但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很多人我知道，大家做这个东西会担心自己，因为眼睛嘛，对吧？一辈子只有这么一双，万一做坏了、做好了，这个都是问题。所以这个东西就大家别去问，因为既然你害怕了，那就别去做；你要做了，那就别害怕。这个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我来泰国之前啊，不是眼睛做了手术嘛？那很多的观众还来问我，说眼睛怎么样啦，怎么样啦？那今天我就干脆啊做一个视频给大家回复一下。那么到时候因为一个个回复也太麻烦了。就是眼睛这样的，我是去年23年的6月份，我来泰国之前，我做了一个眼睛的激光的手术，我做的是全飞秒，对吧？那很多人在纠结全飞秒跟半飞秒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。如果说你是要剧烈运动的，而且你的眼睛适合做全飞秒的，那么你就做全飞秒。如果你未来不想做运动的，那我相对来说，我觉得半飞秒可能会更好一点。那当然，最终你还要听取医生的意见。那有些人的眼睛度数比较深，那就要植入晶体了。那么整一个相对来说怎么去治疗、怎么去矫正的，大家可以去医院去咨询。那毕竟小胖也不是专业的，那么我就从我做全飞秒，那我给大家讲一下。那我眼睛做完以后呢，基本上也就是3天左右，就恢复正常了。然后在3天到7天的时候，眼睛啊，有时候看电视啊，或者看手机啊，或者看电脑的时候，会超过5分钟，会有一个闪屏，或者说会有一个模糊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是没关系的，这个是因为眼睛在适应。对吧？在适应这个环境，基本上1个礼拜或者半个月以后，那基本上就从一个正常的情况了。然后呢，我到目前为止，我应该是快1年了，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一点点的不适。但这个东西呢，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，怎么说呢？有些人比如说手上有个伤口，他可能3天就恢复了，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感染了，或者说有些人他可能需要1个礼拜恢复，这个是跟每个人的体质有很大区别的，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去挨个去问这个做完眼睛的博主，哎，你做了怎么样啊？你做完了现在感觉有没有不适啊？因为这个东西问100个人有100个人的答案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的，主要是看自己的一个体质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的话，什么人适合做或者什么人不适合做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首先看你一个角膜的厚度，那大家可以把眼睛角膜理解为一块海绵。那么你在没有做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会存在干涩，或者就会存在不舒服的。那你做完以后，肯定只会更干涩、更不舒服。那像我的话，是做之前我隐形眼镜就可以戴10几个小时，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干。类似于我这海绵比较厚，然后我切掉一点，那我的吸水性还是很好。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，我也不会产生一个说眼睛干啊、不适啊，或者说晚上什么有眩光啊什么，反正我听了很多网友的病症，我一个都没有，我真的一个都没有。我就觉得现在的我的眼睛就跟我戴了隐形眼镜是一模一样的。但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很多人我知道，大家做这个东西会担心自己，因为眼睛嘛，对吧？一辈子只有这么一双，万一做坏了、做好了，这个都是问题。所以这个东西就大家别去问，因为既然你害怕了，那就别去做；你要做了，那就别害怕。这个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。那包括我一样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上天入地下水，这个基本上没问题。包括游泳啊，甚至我潜水，对吧？我潜到30米也没有问题。那当时我做全飞秒考虑，就是因为我要上天入地，我可能会有一个剧烈运动，甚至说外界的压力过大的一个对眼球的一个压迫。那么所以我去选择了做了一个全飞秒，因为当时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我的体质属于半飞秒、全飞秒什么都适合，因为做了很多的检查。那么做下来以后，怎么说呢？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，能让世界变得清晰。至于未来，几年以后或者几十年以后会不会再度近视或者怎么样？我觉得我暂时没有考虑那么多，至少我觉得当下的10年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因为我在泰国，泰国很热，大家也知道。那如果说戴这个眼镜会存在有很多的问题，第一个流汗啊，第二个泰国因为热，它有很多空调，一进一出，可能会产生雾气，那甚至说这里会有2条
杠，会有一样印子。如果眼睛重的话呢，鼻子这里还会进行一个压迫。我主要是考虑说这个原因，那么所以说我去做了一个激光手术。而我的激光手术的费用呢，在我往期的视频里，或者说在我做的视频里，其实大家都没有耐心看完。我是花了25000块钱人民币，当然，也有便宜的地方，也有贵的地方，因为我选择的是应该属于我们浙江省排前几位的一个三甲院，对吧？我是在公立医院做的。大家去什么类似于什么黑马呀，或者说有什么明视康啊，会有很多的一些私立医院也可以做这个东西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了。那么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个人的刚才我说的体质不同。那有些人做下来好，有些人做下来不好。有些人吃这些东西，比如说吃某些东西，它会吸收特别好；有些人吃什么都不吸收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不一样。那么，尤其是眼睛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大家去多做检查，多看看吧。因为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个好，那也说不上；你说它一定不好吧，你却给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，对吧？那么还是那句话，大家爱护好自己的眼睛，然后呢，少在床上躺着玩手机、刷视频啊，怎么样？像我做好以后，我就蛮注意的，就是每天不会让自己很累，因为原来我是做 IT 的嘛，我每天对着电脑要10几个小时。那现在虽然说我也会对着电脑，但是一天已经降到个5、6个小时啊左右。那么相对来说，可能在泰国各方面的气候呀比较宜人，然后呢，平时也看看海啊，看看远处啊，看看这种绿色的景观啊，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恢复的还不错。那么目前来说，我刚才说了，我没有一点点感受到不适，我就觉得做了跟没做一点点区别都没有。对吧？甚至我有时候去揉眼睛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一些不好的习惯，好像也没有说导致眼睛会红啊，怎么样？就是可能熬夜的时候，或者早起就睡了少，我只要一天少于6个小时睡眠，我可能眼睛就会有血丝。但是这个好像跟做激光手术去切除这个角膜，这个好像也不是很有大的关联。这个的话，一般大家熬夜啦或者怎么样，都会有这种眼球啊充满血丝的，这个是因为你没休息好，所以大家也没有担心。然后很多人就是去做之前就会害怕，这个我觉得我也能理解。我去做之前，我躺在手术台上那一刻，我都是害怕的，真的很害怕。就是也有很多人说，哎，我眼镜会眨，我固定不了。其实这个东西要不要去做个练习？其实没必要，就放轻松。其实做这个东西最简单，放轻松。医生让你干嘛你就干嘛，医生让你躺你就躺，医生让你对，医生让你躺就躺，医生让你睁眼睛你就睁眼睛，你就按照医生的步骤去玩，你整一个流程放平自己的心态，那就好了呀，对吧？那么如果还在纠结的，那我就建议大家别做。既然你纠结，那你去做了还会影响自己的心情，对吧？那如果说你想一劳永逸想去做的，那也不要去听从各种网上主播的意见，随着自己的心走。反正就跟出来旅游一样的，或者是生活一样的，你能跟着自己的心走，那是一件最舒服的事情。你说这东西好跟不好，谁知道，对吧？那包括很多的人想到泰国来做个医美啊，我想去变个鼻子呀，我想打个玻尿酸啊，我想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东西都随便，它一定是有利和有弊的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个利大于弊，那就可以去做；那你觉得弊大于利，那就不做。那你想一件事情，所有事情都只有利没有弊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那这个理由这个道理大家也都知道。所以说，不要去质疑任何人，也不要去妨碍任何人做决定，跟着自己的心走，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，自己想做就做，自己不做就不做，对吧？这个是目前我觉得，至少我的想法是这样啊。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眼睛，反正我当时应该是多少度啊？我当时是350度，将近400度，加上150度闪光。那做下来了以后，我没有去测过视力。那一般人家来说，要半年去复查一下，因为我也没有回国嘛，然后去测一下视力怎么样。然后我是个比较随意的人，就1个月以后眼药水滴完了，我也就不测了。反正我觉得现在感觉也很好，也没有任何的什么白点啊，也没有任何的晚上开车的眩光啊。那我就不去体检了，我也不去检查了，我就看什么时候回国吧。回国的时候去检查一下。其实检不检，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多大区别，因为去检了，可能检出来可能说有点问题啊，怎么样，可能他自己糟心啊，可能我心比较大吧。反正我是7月份出来的，我就好像是第15天的时候检了一次，后面1个月、3个月跟半年的检我都没有检，因为我在国外嘛，所以目前做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反正
很适合，也没有干涉，也没有任何的异常情况，所以大家很多观众也来问我到底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只能给大家这样的回复。我目前来说我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好吧？这个反正今天就聊那么多，主要是聊一个眼睛的问题，因为我觉得很多观众啊，可能那个视频暴露的原因吧，就很多人会对我的眼睛会比较关注一点。那我今天就干脆直接做一个视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好吧？反正如果大家想做的那就去做，如果大家觉得犹豫的那就不做，这就是小康给大家建议啊，也希望大家爱护好自己的眼睛，也爱护好家人的眼睛，眼睛真的对自己很重要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